首先来关注瑞士。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备受瞩目的讲话。这是川普时隔6年再度重返这场精英盛会。外界认为呢，美国已经准备好了重新定义全球经济与安全秩序。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川普总统的行程以及他演说的重点吗？好的，雨婷。周二晚呢，美国总统川普搭乘的空军1号起飞后不久呢，发现轻微的电气故障，不得不返回空军基地。随后呢，川普总统登上另一架飞机前往瑞士，最后呢，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抵达达沃斯，比原定的时间晚了2个多小时。当晚呢，川普总统为达沃斯论坛呢发表开场演说。简短的寒暄后呢，开始聚焦美国经济、格陵兰岛等多个议题，强调美国呢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来看川普总统怎么说。The USA is the economic engine on the planet, and when America booms, the entire world booms. It's been the history. When it goes bad, it goes bad. You all follow us down, and you follow us up, and we're at a point that I don't believe we've ever been. I never thought we could do it this quickly. Certain places in Europe are not even recognizable, frankly, anymore. They're not recognizable. And we can argue about it, but there's no argument. Friends come back from different places. I don't want to insult anybody and say I don't recognize it. And that's not in a positive way. That's in a very negative way. And I love Europe, and I want to see Europe go good. But it's not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川普总统认为，美国收购格陵兰呢不会对北约构成威胁，承诺呢不会使用武力获得格陵兰岛。我们来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We never asked for anything, and we never got anything. We probably won't get anything unless I decide to use excessive strength and force, where we would be, frankly, unstoppable. But I won't do that. Okay, now everyone's saying, oh, good. That's probably the biggest statement I made, because people thought I would use force. I don't have to use force. I don't want to use force. I won't use force. All the United States is asking for is a place called Greenland, where we already had it as a trustee, but respectfully returned it back to Denmark not long ago after we defeated the Germans, the Japanese, the Italians, and others in World War II. We gave it back to them. 提到乌俄战争呢，川普表示，北约呢将帮助制止这场战争，还表示要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川普还警告加拿大，从美国得到了很多好处，应该感激美国，并补充说呢，他计划建造的金琼导弹防御系统也将保护加拿大。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委内瑞拉，他预计在前总统马杜罗下台后呢，委内瑞拉在美国的监控下将发展得非常好。讲话结束后呢，川普总统还将和各位世界领导人举行会晤。白宫表示，川普计划分别会见呢瑞士、波兰和埃及的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周三早些时候表示，他将和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讨论不同的话题。川普总统的讲话后呢，美股上扬，标普的500指数期货大幅上涨。雨婷，好的，谢谢张亮。那么，除了在国际事务方面，川普总统在国内的经济领域也祭出了一个重磅的手段。我们知道，周二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是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收购原本属于家庭的独栋住宅。张亮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行政命令吗？好的，雨婷。这项行政令呢，目的是确保美国家庭在住房市场中呢拥有优先的购买权，解决民众对住房负担的担忧，认为房屋呢是给人住的，而不是给公司投资获利的。川普总统表示呢，长期以来，购买和拥有住房呢一直被视为美国梦的巅峰，也是家庭投资和累积终身财富的途径。为保障美国家庭的独栋住宅的供应呢，拓宽购物途径。行政令规定，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呢不应收购本可由家庭购置的独栋住宅。行政令呢要求财政部必须在命令签署后的30天内，定义哪些机构属于大型投资机构投资者和单户独栋住宅。随后呢，农业部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及退伍军人部呢各个部门呢需在60天内发布指导方针，限制联邦的资产转让给大型机构，并推行呢优先购买权政策。
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呢进行审查。命令中呢特别注明为出租而建的不动产呢例外。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正式宣布接受川普总统的邀请，正式的加入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川普总统呢希望委员会可以监督加沙停火的计划的停火的执行，包括呢部署国际安全部队、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动员呢国际资金重建加沙。根据目前披露的章程草案呢，川普总统将是首任的主席，拥有邀请成员、打破投票僵局、召开额外会议以及解散呢附属机构的最终决定权。草案呢还规定，成员国任期呢通常为3年，如果在第1年内呢捐款达到10亿美元，可获得永久席次。目前呢至少有8个国家参与，包括以色列、阿联酋、摩纳哥、越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阿根廷和白俄罗斯。那加拿大、埃及和俄罗斯、土耳其等国领袖呢也收到了邀请函。雨婷，好的，谢谢张亮。纽约州在刚过去的周末是刚刚的遭遇了风雪和严寒天气。未来几天，另一场冷空气将给美国东北部，包括大纽约地区带来今年入冬以来的最冷天气。I wish it would stop. I think we're pushing 20 inches, 21, 22 inches. 一场大湖效应引发的暴风雪给纽约州带来严寒天气和大雪纷飞。风雪还没停，市民们就开始清理积雪。We're going to get it for 24 hours straight for sure. 暴风雪把四周变成白茫茫一片，能见度极低。在90号洲际公路发生严重车祸，6英里左右的路段有大约60辆车连环相撞。当局关闭了所有西向行驶的车道。未来几天，恶劣天气在许多地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波由北极冷空气形成的入冬以来最强的冬季风暴，预计本周4到周5进入美国中西部及太平洋地区，然后从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州北部一路东进到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给超过1000英里的大范围带来破坏性的结冰与大雪天气。暴风雪可能经过的地区，当局提醒民众做好准备，应对降雪、陷以及冻雨。Salt shipment is very important. We were starting to get low from all we've had, and there so many different places is using salt right now, especially up north. It's getting kind of hard to get.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江迪亚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第2任期已经届满1周年。国土安全部公布，在过去的这1年来，约有300万名非法移民离境。同时，联邦仍在加强移民执法，抓捕犯罪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表示，在川普政府执政的第1年，近300万非法移民离开了美国，共有约67.5万非法移民被强制遣返，约220万人选择自行离境。其中包括川普总统在执政的第1年逮捕的7000名帮派成员。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特里西亚·麦克劳克林表示，这些凶残的罪犯以谋杀、袭击、抢劫和恐吓无辜的美国民众为乐。但在川普总统和诺姆部长的领导下，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将全力以赴逮捕更多帮派成员，让美国重回安全。川普总统表示，他们正在挽救许多无辜的生命。光是明尼苏达州就有成千上万的凶残罪犯，该州的犯罪率在全美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The people who did this made a big, big mistake. 邦迪表示，司法部已启动逮捕程序。I see various crimes that have occurred. Exactly what they are, I'm not going to flag. But state prosecutors could have arrested some of these people yesterday. They don't have some of the same hurdles that we do. When DOJ, we gather our facts, we go to a federal judge has to issue the search warrants. 参与干扰活动的包括前 CNN 记者唐莱蒙和民权律师活动家内基玛·阿姆斯特朗。内基玛也是组织者之一。We show up somewhere, they don't expect us to come there, and then we disrupt business as usual. 司法部向其他抗议团体发出警告，告诫他们不要在即将到来的周日在其他教堂效仿。其他人电视台记者杰森·布莱尔华府报道。再来看到，美国国会连续出台支持台湾的行动。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周二公布法案，依总统预算请求拨款10亿美元来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另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9号将审议多项法案，其中4项聚焦台湾，包括加强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的安全。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金额达8392亿美元的国防拨款法案，并透过声明表示，法案依据总统川普提出的预算请求，拨款10亿美元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另外拨款1.5亿美元用于替换提供给台湾的国防物资及相关费用的补偿。另外，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9号将审议多项法案，其中4项涉及台湾，内容包括强化台湾周边海底电缆安全，以及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源运输能够抵达台湾。其中，台湾主权象征法案是去年10月由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目的在推翻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禁令，让台湾官员与军人能于官方场合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及相关标志。还有台湾盟友基金法案，提拨一笔3年期共1.2亿美元的基金，供行政部门援助台湾遭受中共施压的邦交国与非官方伙伴。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陈思琪整理报道。欧盟周二出台草案，计划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组件。此举被视为是欧盟对华技术立场的重大转向，将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造成冲击。欧盟周二发布《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版草案，推动保护高速电信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这次修法的核心是将自愿性指引提升为强制性法律，将在3年内逐步淘汰高风险供应商的电信设备。当前，人们日益担忧欧洲国家因为被中共科技制造业主导而受到伤害。虽然提案没点名任何国家或公司，但高风险一词曾指代中国等国家，而华为总部就设在中国。欧盟技术主管汉娜·维尔库宁表示，通过新的网络安全方案，我们有更好的方法保护关键供应链，也能更果断地对抗网络攻击。这项提案还涵盖其他领域设备，范围从原有的 5G 网络扩大到18个关键战略领域，包括边境检查站用的安全扫描仪，以及供水系统和医疗设备。美国2022年就已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设备，并敦促欧洲盟友跟进。去年，川普政府发布行政令，强化美国网络安全。白宫当时声明表示，中共对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构成了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就在2个月前，白宫颁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关注中共在经济竞争、盗窃知识产权、供应链威胁上的网络行动，并警告这些行动涉及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间谍活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尽管英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但是工党政府仍批准了中共在伦敦兴建欧洲最大的超级大使馆计划。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直言，相关风险难以彻底消除。民间则是火速在12个小时之内筹集到了超过10万英镑，将寻求司法审查来推翻工党政府的决定。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using,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China's planning application. 英国20号批准让中共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英国军情5处和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坦言，中共大使馆带来的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官方却称让中共7个外交馆处集中，有利安全管控，遭抨击这是中共间谍基地。We have acted to increase the resilience of cables in the area through an extensive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tect sensitive data. And this government has agreed with China that the publicly accessible forecourt on the embassy grounds will not have diplomatic immunity, managing the risk to the public. China has been rewarded with exactly what they want, a super embassy that will be a base for espionage, not just in the UK, but likely across Europe as well.
英国舆论担忧中共可能干扰地下电缆。英国首相施凯尔称，只要中共守法，就不会有风险。IPEC 共同创办人裴伦德表示，重点就在于中共从来没守法，民间火速在12小时内募得超过10万英镑，将透过司法审判，希望推翻政府的裁决。We are in a dangerous geopolitical moment. It's about subjuga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 have had a bounty of $1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 imposed on m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know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ir intentions. This site will accommodate hundreds more Chinese state employees.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More interference, more 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more intimidations of people like me. There is now only one way of stopping this, a judicial review. So I am today announcing that our judicial review to challenge the UK government's embassy decision begins today. 中共使馆预定地属于英国2级保护建筑，中共早在2018年就花了2.5亿英镑买下，但2022年曾被当地市政厅拒绝规划申请。如今英国政府接手审批，点头放行，正好赶在英国首相施凯尔访中前夕，被质疑是为访中铺路。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维模、陈灵芝整理报道。中共在伦敦金融区附近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多年来备受英国朝野反对。但是近日，斯塔默政府仍批准了该项目。那么，这将对英国政府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台记者马东专访了英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香港观察联合创办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来看他的解析。本尼迪克特，欢迎您。为什么英国会允许中共在关键金融数据基础设施旁边兴建它在欧洲最大的使馆？很多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提出了严重质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来自跨党派的许多声音，不仅是反对党，包括执政党工党成员，都表达了对事件的关切。就在昨晚，国会提出了一项紧急质询。多名工党国会议员反对这项计划。我认为政府这么做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担心与中共的贸易关系，他们希望优先考虑贸易。英国的经济目前确实面临不少挑战，首相似乎把贸易置于国家安全之上。他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访问中国。他知道批准这座使馆是访问的前提。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共政权确实在要挟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他们多次切断水电。英国驻北京大使馆需要修缮和扩建，但英国政府不是寻求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途径，而是向北京低头，基本上就是屈服于他们的霸凌。英国批准这座大使馆传递的讯号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它本质上是在告诉北京，可以通过霸凌、威胁和恐吓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对待霸凌的最好方式就是挺身反击，但英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除了间谍活动，他们也可能对英国境内的侨民社群进行跨国镇压。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进行跨国镇压，监控海外异议人士。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法轮功修炼者，还有西藏人。你也提到了黎智英以及其他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这座使馆的设立对伦敦及英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这只会增长中共的跨国镇压，这将是欧洲最大的使馆，会大大方便中共协调它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因为都集中在一栋巨大的建筑里。还有一个因素，这个计划最初提出时，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曾经反对，他们表示使馆外的空间在大型抗议活动中很难维持秩序。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过去1年有过多次抗议活动，都严重干扰了交通。所以问题是，一旦使馆在那里设立，抗议活动还能继续吗？侨民社团在建筑外抗议，还会觉得安全吗？几年前在曼彻斯特领事馆，中共外交官殴打香港抗议者，并把他们拖进领馆大门。不难想象，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这个新使馆发生。现在这座使馆已经获得批准，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事情实际上没有完全结束。虽然政府批准了这项计划，但目前仍有英国公民住在即将成为中共大使馆的那栋建筑里，他们正在募款，准备发起司法复核，对政府的批准提出法律挑战。就在政府宣布批准后的短短几小时内，他们已经募集了超过10万英镑，非常接近所需的目标。所以我确信司法复核会发生，法律挑战也会进行，这至少会进一步推迟大使馆的建立进程。我认为政治压力也会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斯坦默访问中国之际。如果政府在司法复核中胜诉，最终仍按原计划推进，那么政治压力势必非常大，要求政府采取严肃的行动，降低风险。本尼迪克特，感谢你的分享，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近期，中国大陆有不少网友反映，孕妇在医院做产检的时候，抽血量是越来越多，有的一次竟然要抽10几管。有孕妇因为抽血过多，出现了身体不适，甚至母体供血不足，影响到了胎儿的健康。而频繁且大量的抽血，也在给孕妇带来心理压力。有网友在社交平台透露，自己去做产检，被抽了12管血，抽完后走路脚发软、头晕乏力，身体明显吃不消。还有网友说，我整个孕期产检抽了40几管血，贫血、低血糖都来了。也有人说，我前几天去医院建档加 NT， 被抽了18管血，都不知道检查了什么，真的是离谱。原大陆医生谭女士告诉新唐人，去年中共阅兵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的谈话提到，人类在本世纪内将能够活到150岁，其实就是换血换内脏器官。那为什么抽很多血？血液也是很有用的嘛，还有他们的内脏或者血液，那还提取那个微囊卵泡吧，从里面提取那个生长因子啊，那个非常贵，然后注射到那个老人身体里面，老人1-2个星期，他的身体状况就得到很大的改善，就往年轻人方向转化。缅甸的电诈园区被曝光之后，谭女士认为有很多年轻人都成了供体，电诈园区旁边就带有带中文字的生物科技公司。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那些有权利的有钱的人，他老了，他要年轻，他可能什么手段都要用出来。他们想要做坏事，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我们只能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猜测，从现在的社会的状况来猜测。大陆民众徐先生表示，不只是孕检、产检抽那么多血，医院其他科检查也要抽很多血，可能是血库告急了，现在献血的人少了，民众都害怕高科技带来高风险。基因这个东西，有听他们说这个用户好像里面那个婴儿什么要长寿之类的啊，弄点什么东西研究一下，研究这个人的寿命。现在你的命都掌握在人家手里了，古代是买奴才，现在就是配件嘛。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中原、李珊珊周天采访报道。器官移植在中共的治下，竟然成了一门随叫随到的生意，从中国多地的医院蔓延到东南亚的电诈园区，这条血腥产业链的曝光是震惊了世界。上个月，追查国际组织的一份报告是直接的戳穿了中共经营多年的公民捐献谎言。面对如此海量的供体来源，我们必须追问，这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按需杀人？下面我们就邀请嘉宾解析。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美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先生，您好，欢迎您。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汪先生啊，首先想请教您，根据您的长期调查，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器官移植普及的程度已经是到了怎么样的规模呢？那么这些随时待命的供体究竟是来源自哪里？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根据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啊，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就呈爆炸性的增长。而中共为了掩盖活摘法轮功血液器官这个犯罪事实呢，起初呢，他谎称啊说这个器官呢是来源于死刑犯，后来又对外宣称是公民捐献，而且还发动了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全民器官捐献。那事实怎么样呢？追查国际调查表明啊，中国宣称的这个器官移植啊，全部是来于啊公民捐献的，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2015年1月1日，中共宣布了说，全部停用死囚犯的器官，全部用公民捐献的器官啊，而且呢，指定由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来这个认证啊实施。其实呢，捐献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红十字会呢也难以开展啊，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弥天大谎。2018年8月至9月，追查国际啊，再一次对北京市红十字会系统的市区2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做了全面的电话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呢，北京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多年来还处于筹备阶段，始终没有开展实际的捐献工作。下面各区的红十字会呢办公室呢，就根本连这办公室都还没成立，而只是配合市级做一些宣传工作。大家想一想看，北京市是中国的首都啊，器官移植医院最多的城市，在中国国家卫计委啊2018年2月11日公布的178个器官移植的医院名单中，北京就占了23家，器官移植量非常大。例如，你比如说北大人民医院啊，他自己对媒体就自曝说，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1年就做4000多例肝肾移植。你想想看，这么大量的器官啊，可是呢，他的器官捐献系统呢，却根本没开张。你说这器官哪来的？肯定都是一些其他渠道来的啊。所以说中国说的这个器官捐献呢，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民间什么乃至于公民捐献是弥天大谎。而且呢，这些年捐献就是尽管全国在推广捐献，但实际上登记自愿捐献的人数也是少之又少。按照现在登记的人数600多万，600多万人数，实际上每年就按照正常死亡的比例算，一年也就是400-500个人，400-500个才能够提供器官，有可能。那么他们一年官方公布的每年都是1-2万，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概念了？所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啊，这中共啊，它另外有渠道。据追查国际调查，1999年全面镇压法轮功以后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活人器官供体库，就是在另外地方关押了大批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是异议人士，或者是社会上抓来的闲散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啊，这些人事先做好了检测手段，拿到了他们的数据，那在计算机上去匹配，这样就是中国这个器官移植非常发达。而且在国外做一个器官移植，你像美国吧，肝肾移植要平均等待2到3年，可是中国呢，1到2周，2到3周，最快的4小时。你想想这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背后关了很多人，有这样的活人器官供体库。根据追查国际调查啊，中国大陆至少有891家器官移植医院或移植中心，涉嫌参与的活摘的医生有多少呢？9519名
这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追查名单上的人。那您刚刚提到，其实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然后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还有很多异议人士的身上去获取器官，那后面是蔓延到更多的人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报告是显示，武汉成为了这个报告中的核心焦点。那另外想知道为什么武汉会成为这个核心焦点？那关于法轮功学员遭到活摘的真相，目前又有哪些最直接的证据呢？这个证据很多啊。从目前来讲，从2023年10月份截止，追查国际对外公布了866个调查的录音证据，其中有66个是直接证据。什么叫直接证据呢？就是我们调查的时候，这些人直接承认了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或者是间接的指证了这个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其中66个人包括有什么5名政治局常委还有国防部长有军委副主席，有总后勤部的卫生部的部长，还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医生科主任、院长，这些人的调查录音，大家可以在网上去听一下，我们都有原始的录音在上面，而且还有电话号码，你可以去验证可以说铁证如山那么为什么说武汉是一个重点呢？因为武汉这个地方是肝肾移植是最早的，而且是规模最大的这些医院呢做的是最多的你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像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协和医院这个心脏移植科，他的主任叫他那个主任，我有一次就亲自就给他打了电话心脏移植，我说你们多少时间可以安排？他就说3-5天就可以安排。你想想看，做一个叫董念国这个主任协和医院心脏移植科的主任叫董念国。2022年1月30日，我给他打电话去这个他就跟我讲说2到3天可以安排他们来做心脏移植，现在做了多少呢？已经有当时从2008年至2017年这么短时间内，心脏移植就做了428例，这是他们自己报道的2016年到2017年这个之间，每年做的心脏移植超过100例这个数量之大，而且呢等待时间又很短。你比如说武汉的协和医院这个心脏移植科你比如说这个他们这个就是2022年11月7日这个协和医院在同一天就完成了3台的儿童心脏移植手术这个2013年6月21日呢，又同时间完成了4台心脏移植手术。这个2020年6月呢，又为1名患者在13天内就提供了4个心脏，先后因为心脏的质量不好或者是这个病人本身当时感冒了，不能马上接受手术这个心脏就不用了，就在13天之内给他提供了4个心脏，这都是他们自己报道的。大家想一想看，如果说他没有一个活人器官供体库，他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没有现成的心脏在那放着，如果光靠公民捐献，因为捐献嘛，大家都知道这是随机的嘛，不可能是预定你说哪一个病人抢救无效要死了才可以用他的心脏，你还要检测对吧？他合不合适给这个人移植，还有配型对吧？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这么快拿到呢？你说是车祸事故死了对吧？那死了以后拿回来检测，而且车祸事故什么时候死的人能不能用，那都还是个未知数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来可是很奇怪，就在于等的时间很短，甚至于几个小时。你像这个董念国，我打电话去，他就3至4天3到5天就可以给你安排手术。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呢？病人来了以后你得检查还有一系列的检查都要时间这3到5天检查都
就够忙活的了。那你还要去找器官，在哪里找器官呢？怎么能够马上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他用的心脏呢？等等，这就是中国现在大都现在的现状。我们听上去是很奇怪的事情。是这些调查数据真的是令人心惊啊！谢谢您的分享，谢谢。好，谢谢。再来看到1月20号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瑞士日内瓦带来了首场演出，全场爆满。瑞士联邦参议员毛罗·波吉亚在观赏演出后感动地表示：“神韵让人找回正在失落的传统价值观。” Je crois qu'il faut surtout emporter les belles couleurs et les beaux mouvements. Je pense qu'indépendamment de la profondeur du message, c'est surtout et d'abord un spectacle pour les yeux. Je pense que les valeurs nous touchent d'autant plus lorsqu'elles passent par les yeux. Oh, that was excellent, very good, better than I expected. Was really the music, the performance was difficult, speechless. 瑞士联邦参议员毛罗·波吉亚是日内瓦知名政治人物和律师，曾任日内瓦议会议员、瑞士联邦国民议会议员。自2013年起担任日内瓦州务委员，主管安全、就业和卫生事务。2023年当选瑞士联邦参议员。他表示，演出让人审视内心，找回正在失落的传统价值观。Écoutez,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des valeurs humaines qui reviennent, et surtout dans les moments que l'on vit actuellement. C'est un grand plaisir d'abord de voir la troupe revenir à Genève. Ça fait quelques années qu'on les a pas vus ici. I was touched by the spiritual message. I was touched by the music, by the performance. Je pense que quand on se retrouve soi-même avec cette musique traditionnelle, avec cet instrument traditionnel, je pense que c'est un moment sans parole, sans mouvement, où on se reconcentre sur les valeurs que l'on a en soi. 日内瓦观众赞赏演出中展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5句故事。I think it was very good, the moment of the meditation. There was a performance about the meditation, so it was very good. I mean, that is very good. As a psychologist, we try to spread caring, compassion, and love. So, yeah. Meditation is very good. Je pense qu'indépendamment des croyances des uns et des autres, je pense qu'il faut se dire qu'il y a finalement des comptes à rendre pour ce que l'on fait. C'est important, je pense que c'est ça la valeur. On ne fait pas du mal impunément et que ceux qui font des mauvaises choses sachent qu'un jour il faudra qu'ils rendent des comptes. 波吉亚参议员表示，神韵展现的价值观是人类需要珍惜的普世价值。Je pense que c'est des valeurs universelles, je pense que c'est des valeurs humaines qui permettent le respect de l'autre et d'obtenir aussi le respect de l'autre. Je pense qu'effectivement ça permet d'exprimer ce qu'on a au plus profond de soi et d'obtenir justement ce respect de ceux qui nous entourent. J'espère qu'on les reverra régulièrement chaque année maintenant à l'avenir. Et c'est vrai qu'on vit dans un monde troublé où les valeurs humaines disparaissent. On voit à quel point la solidarité n'est plus présente et d'avoir des valeurs qui s'expriment comme ça, ça fait du bien. 新唐人欧洲记者站瑞士日内瓦采访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